师傅飞升那天，天庭大乱，他被仙人一斧劈死，死前拼命叮嘱不要飞升。有只魔猴杀上了天庭，仙界危矣。我看着水友群陷入了沉思。来自大马猴的好兄弟，真有你的，闹天宫果然得从南天门开始。神雷翻滚，龙袍凤啸，师傅衣袂飘摇，大步踏入天门，狂笑道：天门现，逍遥仙路尽矣。蓦地异变横生，天门破碎，迈出半步的师傅暴退，狂喷一口鲜血，身子直直坠落。我连忙御空过去，师傅躺在血泊中，胸腔几乎被切断，失魂般一语，飞升之后亦无逍遥。师傅，师傅！我在他眼前挥了挥手。听到我言语，师傅眼中恢复一抹神采，满脸绝望。由儿为师苦修3000载，为的便是成仙逍遥，可这天门之后根本就没有逍遥啊！我心头一跳，没有逍遥？师傅颤声开口：天门之后是战场，我看到近10万和我同进修士在与一只魔猴交手，只见那魔猴一棍下去，数千上万度劫修士皆死尽。不要飞升！天庭大乱，仙界危矣。说完，师傅伤口仙光绽放，化为飞灰。破碎的天门后是一个手持宣花板斧的身影，冰冷的眼神如是蝼蚁。我抬头死死盯着他，一瞬间，透过瞳眸，我看到居于地座的皇者身影高高在上，俯瞰万物。规则之力涌现，将虚空裂缝抹除，破碎天门隐去。滴滴，我回过神来，金色小字在眼前浮现：花果山扛把子，大马猴。好兄弟，真有你的，闹天宫果然得从南天门开始，跟纸糊似的。魔猴，大马猴。看到这条信息，我突然有了不祥的预感。又有文字弹出：那劳什子托塔天王，俺老孙几棍子下去，破塔就只剩2层了，没劲。我定了定神，回复：大马猴，你真叫孙悟空，在仙界？废话，俺老孙几时骗过群友？花果山扛把子，大马猴。又道：马上回花果山了，线下碰碰。随后他甩了个地址出来：清明仙域东胜神州，奥莱国花果山水帘洞。我如遭雷击，玩到真的了。10年前我穿越到这修仙界，本以为要开启龙傲天模式，结果什么老爷爷、系统、金手指愣是一个没有，只给了我一个聊天群。我就当找乐子，平时在群里吹吹水，扯扯皮，反正群里稀奇古怪的人多。这花果山扛把子就是其中之一，说自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我当时对了句，说自己是大道化身，反手利用群主权力给他弄了个大马猴头衔。至于我自己，头衔道祖。前几天聊天，大马猴问闹天宫的话，那个门好上，我按照西游的故事随口胡扯了一句，说南天门守门的最弱，方便上天庭。可现在结合师傅的遭遇，对方好像是真的。我试探性的发了句：大圣，你刚才大闹天宫，感知到下界飞升者痕迹没有？过了片刻，花果山扛把子才回复，好像是看见一个接引门，隐约有半边身子露出来，不过被巨灵神仙蹩脚一斧子砍烂了。不说了，俺老孙被佛门头子盯上了，先跑路再说。我努力深呼吸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等等，佛门头子，如来！我思绪涌动，立马敲字：你赶紧去天庭，告诉玉帝，你要继续当弼马温。快！3，现在去投降，那俺老孙多没面子。新消息立马弹出，我直接道：不这样，你会被如来压在五指山下500年，自己选。半晌，花果山扛把子，卧槽！现在真有个大胖手在我身后。大圣啊，弼马温可是个肥差，在天庭，天降元帅才有资格骑马，他们想骑上等的仙马，不得找你打点。我继续劝说道：你要懂得隐忍。半个时辰后，花果山扛把子才回：我明白了，俺老孙先忍忍，到时候和你一起仙了天宫。花果山扛把子，玉帝老儿同意我继续当弼马温了，如来已经滚蛋了。我竟一时无言以对。果然齐天大圣那股子桀骜气，不是说没就没的。等我一起仙天宫，那也得我够个才行啊。我想了想，咬牙发字：大圣，既然你稳定下来了，能不能请你帮个忙？小意思，只管说。那个，要不你帮我悄悄做掉巨灵神？我脸上浮现杀意，师傅的仇不能不报。闲蹩脚就破碎天门，杀了师傅。凭什么？花果山扛把子，巨灵神之前已经被我一棒子敲死了，挂了。我一愣，那没事了几个字刚写完，正准备发送，花果山扛把子又来消息了。不对劲，玉帝老儿又把他复活了。复活？我面色难看，这是随随便便就能复活的。这时群里 ID 为长生道人的人发言了：玉皇大帝乃是清明仙域统治者，先皇级别巨头，夺天地造化，
这点手段应是有的。老乌龟，你活得久，有没有杀了不能复活的法子？老乌龟，是我给这长生道人挂的群头衔。长生道人，除非杀他的也是仙皇。花果山扛把子冷不丁冒出句，我才大罗金仙，和仙皇还隔着个仙王境。那没你什么事了，大圣你先养马去吧。我有些郁闷。花果山扛把子突然道，俺老孙听大马猴都听习惯了，你叫我大圣，瘆得慌。大马猴，去吧。我回复后，花果山扛把子这才下线。仇人比我想象的要强，得从长计议。与此同时，提示音响起，来自花果山扛把子的赠送：太上老君仙丹100粒，蟠桃30个。虚空仙气弥漫，仙丹和蟠桃化为食物。我忍不住感叹，这猴子是真仗义啊！群里长生道人直接炸了。群主老大，道祖兄，给我2粒仙丹尝尝呗，这可是能长生不老的东西。实在不行，蟠桃也行，就咬一口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经过这10年的相处，已经彻底认清了长生道人，彻头彻尾的修行界老六。寻幽探秘分身上，擂台打斗分身上，破镜渡劫分身上，指不定现在发信息的都是分身。我抓了一把仙丹，扔进嘴里，高声道：老乌龟啊，你可悠着点，这样是修不到长生的。滴滴，长生道人立马来了精神，愿闻其详。修行的本质是什么？我抛出个问题。长生道人几乎秒回：掠夺万物造化，强己身。突然体内震荡洪钟大吕之音，七彩元音凝聚而出，仙丹就嚼了2口，还没咽下去，竟就直接破镜。我心情大好，吹牛都更起劲了。是也不是，修行乃是舍得，这才是大道所指。长生道人不知怎的，半晌不回话。过了半刻钟，才浮现几个字：劳烦道祖细说。我伸了个懒腰，当年我修仙文没看过上千，也有几百了。正打算装一波，结果洞府突然巨震，轰隆！巨响声中，厉喝传来：周游在否？赶紧滚蛋！这块仙家宝地现在是我长生教的了。我手一抖，刚准备吃的蟠桃差点掉地上，脸色不由阴沉起来。这群狗日的，师傅刚死，知道我示弱，就来抢地盘了。我一元阴散修，不宜硬碰。跑！我不甘心。等等，这势力叫长生教？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单独长生道人，听说过长生教吗？这是我创立的道统，这您都能算到。长生道人不觉用了禁语。我满脸黑线，甩出一行字：你的道统要抢我地盘了。啥？长生道人连忙发言：您告诉我位置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将地址发送后，长生道人过了几秒才回：这地方怎么是个下界？我面不改色，湖州道：这是我下界分身的道场。下界化凡物道：原来如此，我这就来处理，绝不让这群叛逆子弟打扰您。长生道人撂下一句话，当场下线。枪！陡然间响起一声清亮剑鸣，剑气纵横。我的洞府4分5裂，光亮涌入，几道修为高深的身影显现。为首青年冷冷开口：你就是周游？化神修士？察觉对方境界，我保持从容，拱手道：诸位有失远。滚蛋！话还没说完，便被对方打断。要不是之前礼敬汉山居士，此地早就是我长生教的了。汉山居士是我师父道号。我脸色不太好看，沉声道：凡事留有余地，这个道理道友应该是。化神修士直接出剑，我可没有余地。蓦地，仙道阵纹蔓延，笼罩此方天地，天穹长空撕开一道恐怖裂缝。啪！化神修士挨了个大壁兜，七窍喷血，横飞出去，正巧落在我脚边。我说出了最后3个字：明白的。谁？化神修士满脸是血，怒喝道：都愣着干嘛？上啊！无人回应。不知何时，长生教众人跪伏在地，浑身发抖。一位白衣青年瞬息而至，踩着化神修士脑袋：你刚才说什么？化神修士如坠冰窟，瞳孔骤缩。老祖！白衣青年面无表情。我在旁提醒道：别弄得满地是血，打打杀杀多不好。听到我言语，化神修士如遇救星，指着我怨毒开口：老祖，就是他，我在为我教收拢资源，他抵抗不从。旁边长生教诸人连连点头。白衣青年面色铁青，抬手又是个大壁兜，随后哼哧跑到我面前，低声道：您消消气，既然他们冒犯您，生死交由您发落。要是不行，我把此界道统抹掉，这种下界道统我有108000个，少一个不碍事。包括化神修士在内，长生教众人当场石化。他们眼中无所不能的宗门始祖，飞升仙界数10万年的存在，竟然在一个元婴修士面前卑躬屈膝。
还要灭此街道统，心态直接崩了。我要他们命作甚？我望向长生道人，似笑非笑，问题结症并不在此。七，您说，我洗耳恭听。长生道人神色郑重，寻常弟子都是强取豪夺之徒。我悠悠开口，一叶而知秋，这何尝不是道统传承出了问题？长生道人有些犹豫，您的意思是让我把108000的道统全部抹除？此话一出，长生教众人差点失禁。要是因为他们，各界长生教遭受灭顶之灾，恐怕教内强者就是死，也要用大神通从轮回中掏出他们祖上18代，一个个问候一遍。我瞪了长生道人一眼，你看看他们这装束，像捞着油水的样子吗？为首的化神修士都还穿着件普通布衣，稍微值钱点的就是手上那把剑了，还是下品灵器。至于其他几人更是不堪，穿着的布衣都洗得泛白。长生道人眉头紧皱，你们收刮豪夺的东西都去哪儿了？交给长老了。化神修士诺诺道。长生道人袖袍一挥，长生教中所有长老，包括现任教主都被拘了过来。教中上缴的资源在哪儿？众长老胆寒不已，皆是望向教主。好啊，原来是你私吞了。长生道人大步踏出，教主连忙跪下，老祖冤枉啊，我都每月按时上缴给您了，绝无私吞。长生道人愣在原地，都在我这。我神色淡然，轻声开口，你要的太多了，教主找长老，长老找弟子，弟子没有就只能不择手段获取，这并非长存之道。长生道人如遭雷击，目中掠过先芒，片刻后竟是仰天大笑，悟了，我悟了。我脑子缓缓浮现一个问号，我当年期末背的管理学重点都还没说呢，你就明白了？我干咳两声，你悟了什么？长生道人连忙拱手恭敬道，舍得，出入长存之道即是循环，亦是造化。说完，他直接跪伏在我面前，感谢道祖指明大道，仙王巅峰瓶颈指日可破。长生教众人神魂皆冒，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敬畏与恐惧，心中一个想法诞生，此人定是无上仙界巨头。老实说，他说的这些我都没听懂，但我知道不能露怯，便故作随意道，此乃我前世所悟，小道耳。小道？长生道人满脸震撼，先皇强者传道，他不是没听过，但远没有这般醍醐灌顶。如此想来，对方实力恐怖如斯。见他愣神，我怕他又想另外一出，赶紧下了逐客令，都去吧，我要修行了。长生道人意犹未尽，只好带着众人离去。这时群聊提示音响起，来自长生道人的赠送，仙王级真龙血1罐，造化仙药1株。同时，长生道人，我受您分身指点，受益良多，无愧道祖之名。我直接发了个小意思的表情包，飞速下线，生机活力堪称恐怖的真龙血以及1株造化仙药浮现。我将这2样东西收了起来，打定主意晚上烫火锅。当天下午，长生教就派人把我破碎的洞府修缮完成，还略微扩建了一点，也就比之前大100倍。要不是我及时阻止，估计得扩到长生教山门前。所有人看向我的目光充满感激与敬畏，据说是因为长生道人调整了资源上缴原则，重新进行了教内资源再分配，上到教主，下到外门弟子都有了更好的修行保障。当然，人心诡谲，为杜绝强取豪夺发生，长生道人发布谕令，一切资源获取手段必须正规，违者重罚。月光正好，香气扑鼻，我将真龙血倒进锅里，造化仙药一并烫了进去，还加了各类瘦肉，不时吃口蟠桃解解腻。刚吃到一半，已经突破到了化神境。凡人杨健，玉叩问仙道，还请仙人收我为徒。略显稚嫩的嗓音突然从门外传来，我扭头望去，一个神色坚毅的少年背着行囊跪在阶梯下，最让人难以忽视的是他眉心那枚紧闭的瞳眸，天生3目。我若有所思，轻声喃喃，杨健，难道是那位？打开群聊，我问猴子，大马猴，二郎显圣真君在灌江口否？花果山扛把子，我那3眼兄弟不在，估摸着是要破境历劫去了。好兄弟，你找他有事？我望着阶梯下的少年，回了个没事后迎了上去，神色郑重道，少年可愿成为本尊开山大弟子？开山大弟子。杨健一愣，脸上浮现喜色，弟子愿意，不必在意繁文缛节。吃火锅，我将杨健扶了起来，你母亲的事我已了解，暂时无碍，你只管安心修行，他等着你接他回家。杨健母亲因与凡人相爱，被玉帝发现，镇压在了桃山之下。他呆愣在原地，眼睛有些发红。谢师傅。我们师徒第一顿饭就是红油火锅，杨健终究还未修行，
吃了2片仙药液就昏了过去，通体澄澈，仙光不息，这是要跳过炼气直接筑基的征兆。看样子还是最顶级的天道筑基，我丝毫不意外，毕竟是要肉身成圣的存在，说是天纵之才也不为过。锅里剩下的东西，我只好全盘照收。放下筷子的那一刻，我已是合体境修士，浑身舒畅，破镜如喝水，不外如是。趁着杨健还没醒，我上线找猴子。大马猴，把华山给我。花果山扛把子，你要那玩意儿干嘛？我刚收了个开山大弟子。花果山扛把子，真开山大弟子？花果山扛把子。不多时，提示音响起，来自花果山扛把子的赠送：仙界巨月华山。轰隆一声巨响，巍峨大月在我洞府旁落下。3日后，长生道人来找我道别，多谢道祖传道，长生教事宜已经处理妥善，本体要闭关，我得回去护道了。说到这，他忍不住瞟了眼旁边仙山，天生3目的少年正在与山对垒，目中有惊异，心头感叹：好大的手笔！去吧。我点了点头。长生道人刚转身，我想了想，喊道：等等，可否答应我一件事？是。长生道人停下脚步，回过头：您说。我摇了摇头，还没想好。长生道人沉默许久，最后终于做出决定：无论是何，我应下了。多谢。我庄重拱手。长生道人笑道：自踏上修行路以来，我谨小慎微，一路如履薄冰，唯恐遭人算计。但万物有变，我愿为您破一次例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我挥了挥手，与之告别。仙界3大仙域，除了玉帝的清明仙域外，还有大罗仙域以及周天仙域。3大仙域，至强者皆是仙皇。长生道人回归，去的便是大罗仙域。一直笼罩下界的阵法悄然消散，仿佛这位长生道人从未来过。我轻笑2声，不知叠了几层阵法。料想以长生道人脾性，应不下100层。修行无岁月，转眼便是5年。杨健满头大汗，瘫坐在地：师傅，这华山不愧是仙山，打坏了还自动修复，开山自然得一鼓作气。我摇了摇头，小声嘀咕：我可不希望你有个叫沉香的外甥来开华山。师傅你说什么？我扭头看向山脚下的豆蔻少女，我说：照顾好你妹妹，以后别让小黄毛拐走罗。当年我看书可被刘彦昌气得不轻，但凡刘彦昌朝捉拿杨禅的天兵吐口唾沫，我都会高看他2眼。不会的。杨健信誓旦旦。我拍了拍他肩膀：当你能开华山，你就可以去桃山救你母亲了。闻言，杨健顿时来了精神，继续修炼。我转身回到洞府。这5年来，为了给师父报仇，我前所未有的勤奋，天天在线传道，吹牛扯皮，靠着群友的资源馈赠，已是天仙修为。是时候上仙界看看了。我暗自盘算，突然发现风险极大。虽然巨灵神也是天仙，但他背后是玉帝仙皇巨头，我眉头紧锁，不如先派个分身上去。不过我还没有上等的分身术法。弟弟，群聊有人，我是个挂着大帝之姿头衔的群友荒浩。我走上了前无古人的道路，举目无人，我还该走下去吗？我果断回复：坚持下去。他这剧本我熟啊，按这节奏是要开创出一条的全新修炼体系，这是只有你才能走的地路，好好打磨你的无敌心。沉默许久，荒浩回复：多谢。片刻后，提示音响起，来自荒浩的赠送，他画字在法，雏形。11，一股庞大信息流涌入脑海，我全完消化后，目中浮现喜色。他画自在，这门功法目前只是雏形，但也足够惊艳。现在只是顶级分身法，但若是完善，未尝不能他画万古，他画岁月，甚至能从时间长河中画出无上强者，为其征战。我传音简单嘱咐杨健后，开始闭关修习。1年后，洞府神光冲霄，9天之云倒垂，下界与仙界接壤处震动，裂开缝隙，一道流光涌入其中。我完全释放修为，已然是天仙大圆满。挽弓射出一支箭矢，直直插在南天门上。南天门几个守门的，除了巨灵神，我全让猴子支走了。果不其然，片刻后，一道霸道斧光落下，身披重甲的巨灵神踏出，和方潇潇胆敢放肆！我直接扭头远遁，哪里走？巨灵神缩的成寸，奋起直追。大概过了半刻钟，我停了下来。巨灵神嗤笑：怎么不跑了？跑啊！再远，没必要了。我微微一笑，身形骤然消失在原地。噗呲，一颗大好头颅飞出，巨灵神瞪大眼睛，还残留着难以置信之色。天仙中期，杀之如屠猪狗。我面无表情，提起巨灵神脑袋。滴答，巨灵神的脑袋
竟如蜡烛般在我手里开始融化，那张脸开始扭曲变形，渐渐的变成了另一个模样。12，容貌渐渐清晰，天庭饱满，妙相庄严。12冕旒垂下，不威自怒。如此气象，对方身份昭然若揭。天庭统治者，玉帝！不好！我骇然发现，头颅粘在了我手上，全身被定住，动弹不得。头颅上，双目冷漠，嘴唇开合。死！话音落，我整个人炸开，化为一团血雾。下界洞府中，我缓缓睁开双眼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好强的压迫感。这便是仙皇级别强者吗？言出法随，我天仙大圆满的分身，在对方一字之下，便直接陨落。要不是分身完全与本体隔离，我都害怕玉帝循着因果，下一秒出现在我洞府门口。好在不是没有收获。此次试探印证了我之前一个猜测，不是玉帝复活了巨灵神，而是巨灵神本身就是玉帝的傀儡，亦或者分身。师父飞升那天，我在巨灵神同谋中看见的是玉帝，是他的神魂烙印。杀死师父的真正凶手，从来都是玉帝。我调整呼吸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咔嚓！突然一声脆响，空间破碎，一个少年的身影从中跌了出来。少年浑身是伤，哪怕昏迷，依旧是眉头紧锁，口中发出梦一般言语：我萧燕今日将婚书奉还，与纳兰家退婚。13，退婚流。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，神识扩散，笼罩他全身。咦，竟然没有随身老爷爷！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萧燕猛地惊醒，满头大汗。我屈指一弹，疗伤丹飞入他口中。年轻人这么大火气作甚？萧燕察觉自身伤势在迅速恢复，连忙跪在地上，还请前辈助我。天才一招变成废材，滋味不好受吧？我轻声开口。萧燕浑身一震，前辈您怎么知道？我摇了摇头，岔开话题。正好，你就当我关门弟子吧。萧燕满脸坚毅，沉声开口：弟子萧燕拜见师父。之后我大致了解了萧燕的经历。原本是天才，体内莫名飞入个石头，日夜吸他灵气，导致数年修为寸步未进，沦为家族笑柄。因为此事，从小定的娃娃亲未婚妻找他退婚，一气之下，他主动归还婚书。不料此举扫了对方家族颜面，前未婚妻的表哥咽不下这口气，派人追杀他。追杀途中，萧燕被逼入绝境，坠落山崖。醒来就到了我这里。我凌空一抓，掌心出现一块纹路繁密的石头，心火火重，36异火之一。哗啦，石头突然在我掌心燃烧，我袖袍一挥，火焰直接没入萧燕眉心。我心生言语，炼化它，这是你的第一关。萧燕来不及震惊，立马盘坐起来。我打开群聊，全体成员，兄弟们，我新收了个关门弟子，狗头。长生道人祝贺道祖，自当献上贺礼。荒号一如既往话少，恭贺。群聊提示音接连响起，来自长生道人的赠送：乾坤挪移符100张，九转阴阳丹50粒。来自荒号的赠送：雷帝战甲1件，真龙宝术全卷。一个个稀世物件接连浮现，只有一个家伙，花果山扛把子竟然在我发言后光速下线。我直接大马猴，你怎么回事？过了几分钟，猴子才上线，发出一串字，刚拿贺礼去了。接着就是群聊提示音，来自花果山扛把子的赠送：天庭南天门。14，群里出现短暂的沉默。花果山扛把子，关门弟子，正好拿去关门。我真有你的，好歹也是个仙气，我也就不过多计较。这时萧燕睁开双眼，目中闪过赤芒：师父，我成了。我抬手一挥，所有东西化为流光，没入萧燕眉心。这些就当为师给你的拜师礼了。萧燕感知到体内的东西后，震惊之色难以言表，千言万语，最后只化为了一句：谢谢师父。我罢了罢手，是时候回到你来的地方了。我屈指一划，一缕分魂飞出，涌入萧燕丹田。未来的路终究是你自己走，为师这缕分魂会为你护道，且去吧。萧燕正色道：师父放心，当徒儿再次来见您，定然此界无敌手。我含笑点头。萧燕踏入空间裂缝，消失不见，而我也要继续漫长的修行。岁月如梭，100年光阴。杨戬已然到了飞升的时候，一身神华内敛，眉宇间尽是飞扬神采。我有些欣慰，在胸前比划了一下。当年你拜师的时候才这么点，眨眼间就这么大了。杨戬有些感叹，剑一直努力想追寻师父脚步，可至今未曾看见背影。未修行时，如井中蛙观天上月；既修行后，如一粒浮游见青天。数年前，他前世到国解封，自信满满找师父论道一场，结果一败涂地。
那是他第一次觉得大道之上自身如蝼蚁。道上求道，师傅，我也有些东西没想通。我笑着摇头。上仙界之后，我师徒二人短时间应不会见面了。为师希望你能留在天庭，做到玉帝一人之下，可好？杨戬沉声道：都听师傅的。去吧，把华山也带上，没事多练练。我淡然一笑，劈山救母之日，也是你加入天庭的最好时机。你那玉帝舅舅会答应的，他不念旧情，镇压母亲，便不是我舅舅了。杨戬眉头一挑，闷声道：我只有师傅。说完，他跪地朝我磕了3个响头，离开洞府。那一日，杨戬带着妹妹杨禅举霞飞升，跨过那扇天门，杨戬成了杨戬。15修行至今，我似乎从未遇到过瓶颈，只要资源足够，破尽水到渠成。又是修行数甲子，我已然是大罗金仙圆满之境。算算时日，我那关门弟子也该来找我了。老东西，出来一战！狂暴的音效传来，院外银杏叶簌簌坠落。我放下手中香茶，推开门：谁啊？你就是当年一招击拜长生教教主的周游。来人身材魁梧，手持青铜大刀，颇为不凡。这是什么时候的谣言？我摇头道：我没出手。没出手？魁梧男子神色不屑：长生教当真是废物，未战先怯。都说你是隐士高人，今天我狂刀来领教领教。这时长生教教主匆忙赶来，惶恐道：前辈勿怪，我这就将这狂刀轰走。百年迈入大成，便如此不知天高地厚。狂刀冷笑，猛然挥刀朝我劈来。死！长生教教主欺身而上，挡了上去，没想到在接触的刹那，他便被弹开，狂喷鲜血，横飞出去。废物一个！狂刀毫不掩饰讥讽，刀芒不减，杀机毕现。刀刃距我1寸时，周遭温度肉眼可见地上升，一簇簇火苗自虚空燃烧。你有什么资格做我师父的对手？苍茫火域扩散开来，狂刀手中的青铜刀在火焰缠绕下竟生生融化。狂刀蓦然瞪大双眼，惊恐不已。萧焰，滋啦！萧焰身影缓缓浮现，手掌虚握，火焰聚拢。你不该对我师父动杀心的。狂刀化为火人，神魂俱灭。萧焰惭愧道：师父，徒儿来迟了。从下位面大陆飞升上来，经甲子岁月才突破至渡劫境。甲子渡劫，旁边的长生教教主如遇雷劫，心湖巨震。我怕他道心不稳，让他先离开，这才和萧焰交谈。飞升仙界，你可以去周天仙域找荒浩，他会安排你进入周天神殿。周天神殿，周天仙域统治势力，最强者乃是仙界3大仙皇之一不周仙皇。萧焰问道：师父，还需要弟子做什么吗？我希望你能在周天神殿进入权力中心。我抿了一口茶，之后的事等我来仙界再说。弟子明白。16萧焰离开后，我开始了游历，一路上在群里唠嗑，谈天说地，时不时收点小礼物，境界有条不紊地提升着。群里人其实挺多的，我大致都摸了个底，有神灵转世，有大能重生，有异界穿越者等等。当前境界最高的是已经摸到仙皇门槛的长生道人，其次就是荒浩、孙悟空这些大潜力股，虽然才大罗金仙，但未来成就不会比长生道人低。岁月如流水，1000年时间，我几乎用双脚丈量了下界每一寸土地，玩腻了。境界一直在增长，已经是仙王巅峰。后来我将目光放在了仙界，用他画自在法画出分身，时不时上去宰几个神仙天将，今天巨灵神，明天托塔天王，后天太阴星君。当然每次都会被玉帝抹杀，这样的事我做了2000年，乐此不疲。事实证明，整个天庭的神仙几乎都是玉帝分身。随着境界提升，群友的资源对我的作用越来越小，我隐隐感觉遇到了瓶颈。我开始思索，什么是道？有人说大道50，天眼49，人遁其一。于是我用甲子时间彻底变成凡人，经历生老病死，去求道，问道，知道，可始终好像有一层薄膜，我无法看破。直到我闭眼死去时，林家心山的一声啼哭，我悟了，彻底悟了。那一日，整个下界巨震，所有人都看见万道匍匐，有人步步登天，直至苍天在下。我跨过天门的那一刻，这种感觉很奇妙。第一次真身来此，还有些不习惯。冷不丁的一道嗓音响起：飞升者100342号，带去404矿坑挖矿。17，2个渡劫境的天兵站在我面前，高傲地扔下一副枷锁，自己戴上。我略微释放气机，他们便昏死过去，大手一挥，直接将整条矿脉掏出，揣进口袋。下一瞬，我迈步出现在南天门。玉帝老儿，出来受死！
整座天宫震战，数万天兵慌张列队。托塔天王怒喝：“好大的胆！”砰！话还没说完，一根金灿灿的棍子落下，直接打烂了他的脑袋。桀骜不驯的笑声响彻：“好兄弟，你终于来了！俺老孙可等了你好多年。”我随手一抓，四大天王化为飞灰，不羁笑声回荡：“说来总会来的。”仙宫深处，一只大手探出，我面不改色，以拳回应。轰！烽烟中，玉帝面色阴沉的可怕。三清何在？下一瞬，他似有察觉，猛地扭头。三清在此。杨戬乘云而来，一甩三尖两刃刀，三颗头颅滚落。玉帝面色骤变，还来不及反应，我拳芒已至，华丽龙袍陡然破碎，玉帝整个人翻滚出去，咳出两口鲜血。先皇，怪不得如此胆大妄为。蓦地，他以手触地，道则疯狂涌动。天庭众仙身形扭曲，化为金翠仙气，涌入他体内，就连三清头颅也不例外。天庭众仙早已被玉帝吞噬到过，炼化为了分身。我再次挥拳，收回所有分身，你也不过先皇巅峰罢了。玉帝竟是不躲，生生挨了这一击。他因侧侧咧嘴，怪笑：“你猜为何？万古以来，仙界只有3位先皇。”18。轰隆！巨力反冲，我陡然暴退。大罗仙域和周天仙域几乎同时产生一股至强的恐怖波动。杨戬察觉到了什么，面色微变：“师傅，这家伙分身不止天庭，其他2大仙域还有。”孙悟空扛起金箍棒，咬了口蟠桃，这厮谋划甚大，真让我猜对了。我直直盯着玉帝，一字一顿：“不是其他2个仙域有其分身，而是其他2位先皇都是他分身。”杨戬和孙悟空有着片刻震撼。我笑道：“怕不怕？”孙悟空吐出桃核：“怕个毛！俺老孙这辈子就没怕过。”有趣，不知3合一有多强。杨戬眉心天眼开合，流露出抑不住的昂扬战意。安心，我笑了笑，我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。玉帝眉头微皱，看向我的眼神冷得如冰。原来如此，你算计我多时。我笑而不语。大罗仙域，天罗海深处，大罗仙域统治势力天罗宫。古老的大殿内，天罗仙皇双眸开合，起身而去。就在这时，上方重锤落下，将他击退半步。公主，请止步。看清来人后，天罗仙皇目中浮现怒意：“长生仙王，你这是何意？受人所托，不能让你离开。”长生道人打了个哈欠，纠正一下：“我已是半步仙皇了。”话音落，万千符箓分身显现，一重重阵法如春花绽放。周天仙域，周天神殿。不周仙皇脸色铁青，此刻他手下左膀右臂曾为他征战数千年的2位战将给他堵门了，一个仙王巅峰，一个仙王初期，真以为拦得住我？荒浩冷冷瞥了他一眼：“试试。”说完，一尊古塔在他头顶浮现，混沌气氤氲。萧焰大步踏出，无尽火域扩散开来，全力以赴。视线回到清明仙域，我看着玉帝做了个请的手势：“不如你我论道。”19道，我修到1750阶，你能比我懂道？玉帝脸色难看，但还是坐下了。我不置可否，何为道？言语发出的一瞬，天地变幻，诸天法则垂落，凝聚为一方古朴棋盘。我落下一颗黑子，道是天下众生；玉帝落下一颗白子，大道轰鸣，天穹被染成了金色，虚空生神术，白云长法莲，一尾尾七彩里跃动而出。随着一颗又一颗棋子落下，我们周围法则缠身，天地再赐福。双方每一次落子，都不亚于一场生死相搏的大道之争，凶险至极。天地如逆旅，皆是大道行人。我下出第199手。玉帝嗤笑着落子：“修行本就窃道，修行不够是为道，修行圆满，汝便是道。”我落下第200手，笑着摇头：“道可道，不可道。能取一道，能容百道，不思绝无尽道。先天一道在天地外，一道不尽，生生不息，变化无穷，再演无尽道。”我盯着玉帝，一字一顿：“非一人而受天下，邪道也。”玉帝正打算落子时，身子僵住，猛地一把掀翻棋盘：“修道修的便是唯我独尊，至强即是大道。弱肉强食，废物留着又何用？不如让我吞食道果。”轰隆！远处2道骇人流光萧然而至，同时我收到大罗仙域和周天仙域传音，2位仙皇已脱身赶来。玉帝张开大口，将2团流光吞下，气息肉眼可见暴涨，竟隐隐有突破仙皇瓶颈的架势。笑话！真以为我和你论道？我神色从容：“无妨，反正你我双方都在拖延时间。”咔嚓！一尊不见尽头的法相在我身后凝聚，天穹开裂，大地崩塌。
天不遮五眼的不成无躯。万千大道在我身边匍匐颤抖。玉帝露出骇然神色，满脸难以置信。先皇之上的境界，你怎么可能先我一步？多亏你方才与我论道，让我成功正道。我抬手虚按，骤然拍下。玉帝目中恐惧蔓延，身子却无法动弹，尖叫道：你我并无仇怨，饶我一命，我奉你为主。你或许已经忘了，许多年前有个你口中的废物，连求饶的资格都没有，便死在了天门下。我面无表情，手掌收紧。玉帝陨落。20尾声。俺老孙这辈子就没吃过这种亏。猴子狠狠嚼了把仙丹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把我当马了，说好的一起大闹天宫，结果就你一个人风光了。你和玉帝老儿打得七上八下，天庭都打塌了，让我和三眼仔两个当苦力，抬着天庭免其坠入人间。我灿笑道：你们有大功德，不然砸到人间花花草草多不好。师傅说的对。杨戬点头。猴子白了杨戬一眼，懒得争辩。他突然凑过来小声问道：好兄弟，告诉俺老孙，你现在什么境界了？这时几道流光划过，长生道人、荒浩以及萧燕赶了过来，闻言也皆是露出好奇之色。我给出了一个答案：凌驾于先皇之上。后世万仙意志记载，渡劫飞升即为仙人，也称伪仙。伪仙之上犹有真仙、天仙、大罗金仙、仙王、仙皇5境。然仙皇并非道之尽头，漫漫时间长河，犹有一人斩杀3大仙皇，以到正道更上层楼，是为仙之地者。万古以来未有后来者，世人称其为道祖。某个凡人小国，我在一家酒馆点了壶烧刀子独饮。现在这种感觉很奇妙，我成为先帝后，与万道正道，万道皆是我道，但却不是独占。众生皆可修习万道，众生皆在与我问道，我又与万道正道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掠夺他人道果，这条路本就错了。这时酒馆伙计搭话道：客官，我看你愣神许久，可是有事？我微微一笑，我在等一个人。等姑娘？伙计笑问。不等我回答，一道稚嫩嗓音突然传来：掌柜的，来2斤牛肉1壶酒，我今日入江湖，非得想个响当当的绰号不可。蓦然回首，一小小少年站在门口。我笑着言语：少侠，不如就叫撼山居士。哎，这名头响亮。完结。